持續來關心是伊朗的破壞者時速，這款飛彈達到了9600公里，而且還可以末端變向。現在說伊朗的飛彈越打越精準，是否背後有中國大陸的衛星、俄羅斯的戰術才來做幫助，打得越來越穩呢？另一方面，美國現在它的武器庫來到了警示的一個水位，愛國者跌破了1000枚，所以川普只好被迫踩剎車嗎？今天做一個深度的剖析，來看到是美軍現在中東多個基地都被伊朗打成廢墟，面對號稱最強的防空系統的美軍，為何這一次被伊朗的飛彈打得像切豆腐一樣直接打穿？尤其是前幾天發生在約旦的美軍基地遭轟的畫面，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。What's happening? Oh my God! Get cover! Get down! Close! Close! 好，從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，伊朗的飛彈是直接命中在了基地，造成了當地巨大的爆炸聲響，而且大範圍的受損。現在說，是不是當時伊朗方面寄出來的就是這款它的王牌飛彈，也就是今天我們要特別談的這一款城堡破壞者呢？來看一下它的小檔案哦，它又叫做海巴爾破城者，射程的部分高達了1450公里，飛行的速度非常的快，重點是它的末端的速度了，可以高達9600公里，採用的是固態燃料，所以它的移動也比較靈活，可以做部署，造價更是便宜而且低廉。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張將軍怎麼看？現在伊朗大約現在規模來看，2500枚的城堡破壞者，這個為什麼是伊朗說最強的一款飛彈呢？如何來突破美軍的防空網的？連它的攔截系統也擋不住。再來就是說，伊朗它為什麼現在精準度飛彈的精準度越來越打越高？這背後跟中俄的戰術支援有關係嗎？張將軍怎麼看？我認為伊朗他借着他3個底氣讓這一次美軍上面吃了一些苦頭。第一個就是說，那伊朗它的戰略腹地夠大，伊朗164萬平方公里，伊朗寬度東西的寬度是1800公里，所以它有戰略腹地。這個在伊朗的東部這個地方，美軍炸不到，以色列也炸不到。為什麼？你從以色列要飛過到整個的阿拉伯半島，然後經過波斯灣，就已經到1100公里了。你還要飛這1800公里，那加起來將近4000公里，你來回就要8000公里哎。你4000公里乘以2不是8000公里，因為戰略腹地的關係。那你打個折也6000公里，你3000公里，因為有遠距遙攻武器，所以伊朗有戰略腹地，伊朗有戰略腹地，戰力保存就好了。那現在在波斯灣沿岸有消耗。以東地區直接向西不做部署，所以這是一個。第二個，伊朗的打的不對稱作戰呢，他是專門拿這個無人機法塔赫136、見證者136，去消耗美軍的這個我們講的這些反彈飛彈、還有防空武器。你要不要攔截？你不攔截，在上面掛了40公斤的炸彈哦，這對你的自殺就絕了。那要攔啊，攔的話你攔掉了。這一個法塔赫136見證才100多萬台幣，35000塊美金，是到4萬塊不等。那你這樣的話必消耗。那個我們講到的這個愛國者的 PAC-3一枚多少錢呢？它整個一枚的造價在300萬美金，將近1億台幣。你要不要？你看看他這樣子跟你換，這是不對稱作戰。先把你消耗掉完畢之後，那你現在的我們所講到的這個海巴爾，那你要不要去攔截？要攔截你沒有了。你攔截無人機用掉了，你不攔截無人機砸你，攔截無人機你被消耗，這就是不對稱作戰。所以伊朗這個方面他有考量，要怎麼樣去對付美，因為美軍畢竟是世界上軍力最強大的國家，你怎麼去面對那麼大的強敵？這是伊朗去做的戰略考量。第3個，伊朗的這一次的他用的這些都是精準定位。那現在除了精準定位之外，你要知道這些導彈呢，都經過2到3級的精準校正。第一個我們講到的衛星導航。就是 GPS， 那他現在可能用的是北斗，北斗因為比這個 GPS 來得晚，那就來得精準，因為你後來居上，那這個精準定位這是1級校正，可能會不會被美軍干擾？會，你衛星的會被美軍干擾，但是它不要忘了，它有 INS， 就是慣性導航，慣性導航經過經緯度的校正跟修築之後蠻精準的，我 GPS 可能被你干擾，但是我的 INS 我還在，它裡面有一個慣性陀螺。慣性陀螺就把這個經緯度送去，對，就是那個經緯度，就找到那個機場就去了。第3個圖形比對，我們知道現在經過這個衛星照相
你要點哪裡，大家知道，你的衛星街景好清楚哦。他就把那個圖啊套到那個整個灌進去，用 AI 啊灌到那個導彈裡面，我就找這個圖就過去了。是這個機堡，是這個大樓，是這個後勤的倉庫就過去，最後面就是我們叫做歸航 homing， 就是歸航過去了。那經過這3個校正，你現在看干擾的能力，就電子戰的這種能力又強，就是我給你你電子反制，我給你抗干擾。是。那這樣的話，是不是美軍的有生戰力很容易就被伊朗吹破了？是。那吹破的狀況之下，美軍都是遠道而來，跨海過來作戰。伊朗是在地，那在地是不是就有我們所講到的主場的優勢？所以美軍就算是中東地區有19個大區域的駐軍，但是你還是客場，但對伊朗來看，我是主場。好，所以伊朗在這方面善用它的優勢，而讓美軍吃了一些苦頭。是好，所以在這場戰爭，我們也看到伊朗祭出它的各式飛彈哦，摧毀了美軍多個重要的據點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來看戰術的部分，它又祭出了什麼樣的戰術？這個叫做混合攻擊戰，來癱瘓美軍的防線。一共是3關。第一關，它會先用低成本的無人機來打這些基地，迫使它的雷達開關啊，還有它的防空位置就會全部知道。第二個，就用彈道飛彈、巡弋飛彈去從不同的地方來做發射，消耗美軍的防空資源，最後才會用到剛剛將軍特別幫我們提到的這款海巴爾破城者，因為它有末端機動的一個能力，而且它的目標是非常清晰的，打的包括了美國重要的這些雷達，癱瘓它的這些系統，即使發動車有攔截彈，也會因此失去目標，沒辦法有效作戰。最後，伊朗它的優勢在它的成本，美軍的攔截飛彈的成本非常高，一枚可能就要最多達到1500萬美元了。那麼美軍只要是伊朗打一枚的便宜飛彈，美軍攔截下來可能花費甚至達到幾倍甚至數十倍的攔截成本。謝大使怎麼看這樣子的一個神話？是不是美軍最強的防空神話被破解？現在看起來就是被破解，因為你的基地都沒有辦法防。那你不是你的這些防空這個系統基本上沒有用嘛？你剛剛提了美軍已經打掉它幾十套這個所謂的這個雷達系統了。這雷達系統本身是相當關鍵的基礎設施啊，軍事基礎設施。你要能夠把雷達系統保好啊，那你現在被打掉40-50套了，就表示你保護不了啊。對，這裡面我們就講這個破城者這個飛彈，它就是標準的超高音速飛彈。因為它的這個末端的這個時速是9600公里，9000公里也根本就是7.7馬赫到7.8馬赫。通常在5馬赫以上，大概就已經是超高音速了。你在攔截上就已經基本上是已經沒有辦法了。所以很多飛彈它基本上它就要靠高空攔截、中低層攔截啊。那你高空攔截的話，說實話，你這個高空攔截的話，那你要靠薩德飛彈。薩德飛彈一枚1400萬，美國現在絕對是不夠用。那因為那個時候這個美伊戰爭剛開打沒多久，就傳出來韓國的薩德飛彈已經被測出來了。測到哪？測到這個打美伊戰爭去了。因為很可能美國在這個區域的這些關鍵的軍事基礎設施是很脆弱的，需要像薩德飛彈來做高空攔截的。那你這個高空攔截的這麼貴，那最大的選擇就是說，你發覺對方的飛彈啊，這種超高音速導彈襲來的時候，你是攔還是不攔？你也可以不攔，你只能選擇攔。說實話，只能選擇攔。你要攔的話，你高空你就要靠薩德，那你的中低空你就要靠這個愛國者。愛國者的話，不是以前我們有一位這個於將軍嗎？他說你打3顆以後，你的幾率就增加3倍，好像不是這樣。那就變成就是說，你可能一顆愛國者是不夠的，你可能需要2顆啊或者3顆去打攔截一枚。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，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，其實伊朗是先把比較差的導彈先用。然後呢，它是飽和攻擊，用一種怎麼講呢？搭配性質的巡弋飛彈跟這個高超音速導彈，再加上無人機這種飽和式攻擊，它某種程度上是消耗你的防空武力啊。你航空武力打了這麼久以後，你的航空武力的彈藥，現在美國就說這個彈藥是不夠的。那你要繼續打下去的話，那你知道
你本來我們講這個伊朗是什麼法赫德飛彈系統，那精銳的不得了，現在不得了，又跑出來了什麼？這個破城者，所以伊朗的武器越來越精銳，美國的防空武力越來越怎麼講？越來越脆弱。這樣情況之下，這場戰爭怎麼打下去呢？是。好，尤其是現在另外美軍還要碰到的問題，就是它的武器庫出了問題。来看到幾款比較高階款的這個武器庫，包括了愛國者3庫存低於1000枚了，再來就是薩德了，剩下250枚。所以呢，美國現在已經要求洛克希德馬丁說，你趕快增產你的愛國者3吧。現在你每年只能產600枚，我要你一口氣提升到2000枚，真的來得及嗎？那尚志哥怎麼看？好，其實我想美國從來沒有公布他們從這實施這個2月底的部分，到底他打了多少，損失了多少，被伊朗攻擊到都沒有。但是呢，還是有權威機構啦。我想 CSIS 在全世界來說都是非常公認、很權威的一個機構。他們從多方面的，比如說伊朗也會說他們打了很多，他其實還是會對照參考，但基本上不會引用。所以呢，現在以 CSIS 的，我們現在在外界大家在討論，都是以他们為統計。這個貴松松剛剛提到這個薩德飛彈，真的是在400枚美國原先擁有的庫存，在史詩就是2月底打那一波的時候，就打掉了大概約莫170、110到170枚左右。7月7號之後又打了數十枚，所以現在才估算說，它真的現在大概所剩的，市面講250枚，可能甚至都不到，甚至可能不到，可能就在200枚左右哈，這是最新的統計。而且你知道，就是整個伊朗攻擊的部分，其實真的就像剛剛前面你提到的，然後將軍也提到，伊朗其實直接先打你雷達，都先打雷達，然後之後再打你的，包括你的炮台、你的發射器，所以這個部分是真的是很有頭腦的。所以這個一旦打了之後，好，我們講這個是薩德還是比較貴的。我們看，其實剛剛將軍有統計，以愛國者來說，舊型在過去美國大概是2500枚庫存，新型的部分大概2000枚。好。史詩級就2月3月的部分打了多少呢？2500枚舊型打掉了1450枚，然後呢，新型的2000枚打掉了920枚，所以呢，這裡頭其實算一算，真的都破50%了呢。也就是說，現在美軍的全部都在破50%，所以難怪最近其實，在川普的在美國的。